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，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吴磊喊朱一龙哥哥火爆全网，一生哥哥牵出东极岛的生死兄弟情。8月5日，电影《东极岛》在北京举办首映礼，一段短短15秒的现场互动，意外点燃了全网情绪。当天，主持人现场起哄让吴磊喊朱一龙哥哥。吴磊略显害羞，却毫不迟疑地应下，喊出软萌一声哥哥。朱一龙则宠溺地回以爱，两人对视一笑，氛围感瞬间拉满。这段互动不仅成功登上抖音热榜第1，播放量迅速突破5000万，也让吴磊喊朱一龙哥哥话题阅读量飙升至8.7亿，引发超过60万网友讨论。然而，这一声哥哥不仅是现场的搞笑插曲，更揭开了电影《东极岛》中最深沉的情感底色——兄弟情。一句哥哥，笑翻全场，也暖进人心。在当天首映礼的映后互动环节，主持人突发奇想的提问：电影中罗荡几乎没叫过哥哥，能不能现场补一个？吴磊当场一愣，笑着推辞：现场这么多人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朱一龙则配合的补刀，叫一声又不会少块肉。在观众起哄中，吴磊清了清嗓子，用略带撒娇的语气喊出哥哥。朱一龙宠溺的回应，两人相视而笑的画面瞬间成为热搜名场面。这段互动之所以能迅速出圈，不仅因为两位演员本身的高人气，更因为他们在镜头前流露出的自然反应与默契，打破了传统宣传中的脚本感，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兄弟情的温度与厚度。有网友评论：这一声哥哥不是客套，是情到深处的流露。也有人调侃：朱一龙宠溺，吴磊撒娇，这哪里是喊哥哥，分明是在撒糖。从生涩到生死相依，东极岛的兄弟线动人至深。吴磊在现场解释，现实中亲兄弟平时很少喊哥哥，只有在生死关头才会喊。而在电影中，吴磊饰演的罗荡唯一一次喊出哥哥，正是在一场生死沉船戏中。这一幕戏拍摄异常艰难，朱一龙饰演的罗霄被渔网缠住，吴磊则要在水下憋气3分钟完成救援。这场爆发戏拍完后，吴磊几近脱力，被救上岸后直接倒在朱一龙怀里。正是在这一刻，哥哥一词从角色心底自然流出，不带表演痕迹，完全是情绪的本能呼应。正如电影所呈现的那样，兄弟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互不信任、剑拔弩张，到后来的生死与共、以命相托，是整部电影情感的核心。吴磊与朱一龙的化学反应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建立在真实相处与共患难的基础之上。戏里是兄弟，戏外更是共患难真情谊。为更好地诠释片中渔民兄弟的形象，吴磊与朱一龙提前3个月进组参加特训，日均浸泡海水超10小时。两人从不会游泳，闭气30秒的都市人，练到能水下憋气3分半，划船捕鱼，时潮看浪的老渔民。拍摄过程中，朱一龙多次主动承担哥哥责任，不仅教吴磊水性，还在一次吴磊因低温休克的紧急情况下，用体温帮他恢复意识。这种经历也让他们戏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朱一龙在吴磊生日时亲手写下：愿你永远是无畏风浪的少年。吴磊则在采访中毫不掩饰对前辈的敬意：龙哥是我从小到大最想合作的演员之一。两人的关系也打破了内娱惯常的商业兄弟设定，他们不是临时组 CP， 强凑话题的搭子，而是在艰苦拍摄与长期磨合中逐渐沉淀出的信任与依赖。热度之外，是兄弟情还是营销套路？当然，也有声音质疑这场哥哥名场面是片方刻意设计的营销桥段。
有博主分析，从红毯 C 位谦让、采访互捧到现场喊哥哥，种种互动时间点都紧扣8月8日电影上映，可谓话题拉满。不少网友也怀疑是不是炒作 CP 蹭热度。对此，影片制片人梁静在接受采访时予以否认，现场喊哥哥并不在原定流程中，完全是主持人临场发挥。他更透露，拍完戏后，两人至今保持联系。吴磊会定期寄海鲜，朱一龙则教他投资理财。他们之间的感情比电影里还真。影评人毒舌电影则认为，东极岛的兄弟情不只是个人情感，更承载着历史与信仰的重量。影片以1942年东极岛渔民营救英军战俘为背景，赋予兄弟关系以更深层的家国情怀。当兄弟情与民族气节融合，那种穿越时空的情感震荡，远胜任何营销手段。真诚及力量，一场没有剧本的破圈传播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腾霄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指出，朱一龙和吴磊的互动能破圈，靠的不是套路，而是真实感与反差感的叠加。朱一龙内敛克制，吴磊阳光灵动，两种性格在镜头前自然碰撞，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兄弟关系。他们没有刻意扮演，没有营销语言，只是在每一次眼神、每一个语气中释放出真实与信赖。在信息过载的今天，观众对虚假和表演有着极强的敏感性。恰恰是这份真挚，这份带点害羞和调皮的互动，让人愿意相信这是真正的兄弟情。一声哥哥，一段电影，一种情谊。截至目前，吴磊喊朱一龙哥哥的话题热度仍在持续上涨。有粉丝评论道：“这声哥哥值回票价，8月8日全家一起去看。”也有观众理性指出，好作品经得起热搜，也撑得住口碑。无论是热度炒作，还是情感共鸣，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哥哥名场面已经让东极岛提前收获观众情感支持。而影片真正的重心不在喊哥哥本身，而是在于呈现那段真实存在却被岁月掩埋的历史记忆。正如朱一龙在首映礼上所说，我们希望观众走进影院，不是为了看我们怎么互动，而是为了感受那段被历史尘封的英雄往事。8月8日东极岛全国上映，一段兄弟之情，一段民族记忆，将在大银幕上掀起最真实、最炽热的情感风暴。